狐狸猫在学完前几堂课后，学习到人体吸进空气后，会将空气中的氧气运输到组织细胞，提供细胞进行呼吸作用，产生能量。而呼吸作用后产生的二氧化碳会借由呼气排出体外，但是气体看不见也摸不到。狐狸猫很好奇，呼气的气体中是不是真的含有二氧化碳？同一时间，小树蛙想到冬天寒流来袭的时候，讲话时嘴巴都会呼出白烟。他猜想呼出的气体中是不是含有水分？于是，狐狸猫和小树蛙决定设计实验来验证他们的想法。狐狸猫和小树蛙决定设计实验，来了解呼出的气体中是否含有水分及二氧化碳。请你帮他们想一想，如果想要检测水分和二氧化碳，应该要准备什么实验试剂，就可以分别检验出水分和二氧化碳呢？如果想要检测呼出的气体中含有水分和二氧化碳，应该要分别准备什么实验试剂呢？ A. 石蕊试纸、澄清石灰水 B. 氯化亚钴试纸、澄清石灰水 C. 碘液、苯式液。正确答案 B。在这个实验的检测原理是利用水分和二氧化碳碰到特定的试剂时所产生的特定反应来确定的。如果想要检测水分，可以使用氯化亚钴试纸。氯化亚钴试纸在干燥时呈现蓝色，如果碰到水分，则会变成粉红色。因此，可借由试纸的变色来检测是否有水的存在。而要检测二氧化碳，则可以使用澄清石灰水。当二氧化碳通入澄清石灰水时，澄清石灰水会变白色混浊。如此一来，就可以知道检测的气体是否含有二氧化碳。准备好实验试剂和器材后，小树蛙拿了一张氯化亚钴试纸，发现氯化亚钴试纸是粉红色，而不是蓝色的。正当觉得奇怪的时候，狐狸猫说，因为空气中有水汽，所以试纸会吸收空气中的水汽而呈现粉红色。于是拿了吹风机让小树蛙把试纸吹干。真的，氯化亚钴试纸变成蓝色了。接着，小树蛙拿着干燥的氯化亚钴试纸，放在鼻子前面呼气数次，发现氯化亚钴试纸由蓝色慢慢变成粉红色。小树蛙将这个结果记录下来。狐狸猫则拿了2只干净的试管，标示钾和乙，分别加入约1/3的澄清石灰水，然后将吸管放入钾试管中，慢慢吹气。接着，狐狸猫将吹气后的钾试管与没有吹气的乙试管进行比较，发现钾试管中的澄清石灰水变成白色混浊了。赶紧将这个实验结果记录下来。狐狸猫与小树蛙都完成实验，也将结果记录下来。2人根据实验结果进行讨论。这里，请你依照他们的实验结果想一想，人体呼出的气体含有哪些成分呢？小树蛙的实验中，人所呼出的气体可使蓝色氯化亚钴试纸变粉红色，由此可以推测其中含有水分。而在狐狸猫的实验中，在澄清石灰水中吹气
会使澄清石灰水变白色浑浊。因此可以知道人所呼出的气体中含有二氧化碳。了解人体呼出的气体含有水分与二氧化碳后，狐狸猫想起，不只有动物会进行呼吸作用，植物也会进行呼吸作用。那么植物进行呼吸作用时，也会产生二氧化碳吗？为了找到答案，狐狸猫请小树蛙一起帮忙设计实验。于是小树蛙拿来已经萌芽的绿豆与干燥的绿豆。这里请你想一想，为什么要拿已经萌芽的绿豆与干燥的绿豆来进行检测呢？检测植物进行呼吸作用时是否会产生二氧化碳。为什么要拿已经萌芽的绿豆与干燥的绿豆来检测呢？ A. 已经萌芽的绿豆呼吸作用速率较旺盛。 B. 干燥的绿豆呼吸作用速率较旺盛。正确答案 A。 是的，已经萌芽的绿豆呼吸作用速率较干燥的绿豆旺盛。这是因为萌芽中的绿豆需要更多的能量来提供生长所需，因此已经萌芽的绿豆呼吸作用速率较为旺盛。借由呼吸作用速率的差异，小树蛙将已经萌芽的绿豆作为实验组，干燥的绿豆为对照组。接着小树蛙准备了2个锥形瓶，分别放入已经萌芽的绿豆以及干燥绿豆，将漏斗柄和玻璃管插入橡皮塞中，再将橡皮塞塞入锥形瓶口，放置30分钟后，将橡皮管一端连接锥形瓶的玻璃管，另一端伸入装有澄清石灰水的试管中，再从漏斗口扎入水，将锥形瓶内的气体挤入澄清石灰水中，观察并记录下澄清石灰水的变化。看到小树蛙的实验结果，狐狸猫发现，已萌芽的绿豆让澄清石灰水变白色浑浊了，可证明植物进行呼吸作用时也是产生二氧化碳。而且由这个结果还可以发现，已经萌芽绿豆产生的二氧化碳比干燥绿豆多，验证了已经萌芽的绿豆呼吸作用速率较干燥绿豆快。经过了这2个实验，狐狸猫和小树蛙验证了人体呼出的气体含有水分与二氧化碳，以及植物会进行呼吸作用产生二氧化碳。课程最后，让我们一起做个小练习吧。以下关于呼吸作用的实验叙述，何者正确？ A. 对干燥的氯化亚钴试纸呼气后，试纸由粉红色变蓝色，可以验证人呼出的气体中含有水分。 B. 澄清石灰水遇到氧气会变为浑浊。 C. 已经萌芽的绿豆呼吸作用速率比干燥绿豆快。 D. 植物只会行光合作用，不会行呼吸作用。正确答案 C。 最后给你一个小问题，想一想，运动后呼吸速率会变快，此时如果呼气到澄清石灰水中，跟前面的实验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变化呢？